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187期的亚当球节，我是你们的亚当。概念车就是各大车厂们秀肌肉的一个东西，但是很少会有真正量产的。那即使真的量产了，基本上跟当年还是一个概念的时候有着挺大的区别。而概念鞋这玩意儿真是不多见。而今天我们的这一个主角，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概念鞋量产出来的一个产品，就是这一双预帅 EVO。那既然试售了，不管是不是为了秀肌肉，那在实战方面的表现一定得过关。那这一双预帅 EVO 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呢？只是单纯的出售一个外观，还是它就是真正的一双有过硬产品力的实战鞋呢？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还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你觉得这一双鞋可以打几分呢？球鞋的整体外观非常具有一体化，非常的简洁，这也是没有鞋带的篮球鞋独有的优势。甚至你在这一双鞋身上都找不到任何一个李宁的 logo。鞋面外侧的一条黑色的线条，让整一双鞋看上去更具动感，也可以算是这一双鞋外观上面的一个点睛之笔。其实仔细一看，这一条线的后半部分就是预帅16上面那一个巨丑的 logo， 把里面给抠干净了，就差不多是这一双鞋上面的这一条线了。那我相信很多人会给这一双鞋的外观加上一个未来感这样的一个标签，但是我对这个词未来感这一个词，我一直是持不同的意见的。毕竟大家都不知道未来究竟大众的审美方向会往哪一个方向走，我反倒觉得这个词就是一个贬义词，用这个词来形容任何一样东西，都说明了这一件物品是不符合当下这个时代的审美或者是需求的。那你怎么看呢？那在实战方面，我们依旧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大底方面再次使用了全掌的半透明水晶底，就问你怕不怕？但是出乎意料的，这一回李宁所搭载的这一个水晶大底，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还不错，会比之前的预帅13泵或者是14泵，他们两个身上所搭载的要强不少。起码在我这一段时间穿着下来，它并没有出现任何抓地力方面的问题，并且纹路之间的空隙也控制的比较合理，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实战，它的抓地力也并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下降。但是打室外，我绝对是不推荐的，毕竟这一双鞋的价格就在这里摆着，那1000多的价格用来打外场还是太奢侈了一点吧。而且橡胶的硬度是比较软的，打塑胶场地我都不推荐，那就老老实实的还是用来打室内的木地板就完事了。在中底方面，依旧是大家所熟悉的全掌泵。现在什么高配泵啊、低配泵啊、什么 TPEE 啊、TPE 啊，已经把我给搞得云里雾里了。很多朋友经常还会私信发给我，问我什么鞋搭载的泵啊是高配啊还是低配啊？关于这一些我一概不知，我只知道他们的实际体验究竟是如何的。难道实际的穿着效果不才应该是你最想知道的吗？这一双鞋的中底调教整体还是偏硬一些的，跟我当时穿的预帅14泵的首发配色体验会比较相近。在缓震方面的表现绝对是毋庸置疑的，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想要的是比较明显的踩实感，那预帅13泵会更加适合你。而这种更加偏硬、偏韧一些的调教，让它在突破方面会有更为出色的反应性，脚底下的感觉更加的直接，不会有什么泄力的感觉出现，并且中底前掌有着一块面积还算比较大的碳板加持，硬度还是比较高的。虽然跟后面的这一块 TPU 键并不是一体的，但是在跑动的过程中，它的整体过渡还是非常自然的，在突破的过程中还是可以提供给你一定的力反馈的。不过想要场地感的朋友一定会失望，它的中底厚度还是会偏厚一些，在场地感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而中底的缓震材料也用了大面积的软质 TPU 材料进行了包围，这种设计的优点是非常多的。那第一点，不容易被踩坏。那大家也知道，之前的13泵有不少的朋友都因为脚后跟被踩而出现了中底脱落的情况。第二点，缓震材料的寿命会更加的长久一些，衰减会更慢。第三点，控制住了缓震材料的形变，让这一双鞋不会因为缓震材料形变过大而出现的稳定性方面的问题。这种设计是一举多得的一个做法，我觉得其他采用超临界缓震材料的厂商们都应该向李宁学习一下。
在鞋面方面，这一双鞋的鞋面应该可以算是这一双鞋身上最吸引大家的一个地方了。无鞋带的设计，加上超大面积的网纱材质覆盖式的鞋面。在我购买它之前，其实我并没有过多的去了解这一双鞋，但是当我拿到它之后，我还是比较失望的。球鞋使用的 BOA 系统只限于脚踝处的2对鞋带孔位置，涉及的范围是非常小的，并且前掌魔术贴上面的鞋带孔所覆盖的范围也并不是很大，没有将 BOA 用于整一个鞋身，我是比较失望的。但是当我真正穿上这一双鞋进行实战的时候，我对于它的鞋带系统还是感到满意的。整体的穿脱依旧是非常方便的，拉紧魔术贴，转紧 BOA 之后，双脚在鞋内还是会得到非常优秀的保护体验的。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宽度的楦型，对于脚型正常或者是略宽略窄的朋友都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其他脚型的朋友尽量就不要去选择这一双鞋了。那如果你的脚比较宽，你很可能会穿不进去；如果你的脚比较窄，那这一副魔术贴的鞋带会在你粘上之后，很可能会出现那一种碰到地的情况。不过如果你的脚型合适，穿这一双鞋实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包裹非常不错，并且锁定方面做的也非常好。在做变向动作的时候，脚在鞋内并不会出现任何位移的情况，也不会出现顶脚趾的情况，掉跟的话你就更不用想了。BOA 转紧之后，脚踝处的锁定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根本没有一丝丝的缝隙。不过它在包裹的舒适性方面表现的并不是特别出色，在拉紧魔术贴之后，这里面的几根线会有非常明显的压脚背的感觉，或者说是勒脚背的感觉，这方面的体验并不是特别好。在支撑性方面的表现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鞋面使用大面积的网纱加上热熔材质组合而成，并且在重要的受力点位置有着明显的加厚以及加强，鞋身周围的一圈软质 TPU 也都上翻至了鞋面。球鞋在侧向支撑方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表现得非常好，不管你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中底中间这一块超大面积的镂空式的 TPU 件，也让它在整体的刚性方面有着非常优秀的表现，用手几乎是没有办法将它扭动的。在篮球鞋身上，这种对折式的弯法是完全没有任何参考意义的。我们需要了解的更多的是它的抗扭强度，而不是它的这个对折的强度，好吧？你的脚在足弓处也不可能会出现这种对折式的扭曲，对吧？而且我的话就放在这里了，这双鞋能把它对折的都是狠人，已经把中间的这一块 TPU 件折断了，才有可能做出这一种动作。这种跳梁小丑的无脑黑做法，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找什么词来形容。不过有一说一，它在足弓处的支撑确实有所欠缺，它并不像13泵或者是14泵一样，在足弓处有着碳板的上翻来做出支撑。这一双鞋的足弓部位就是平的，并且在这个区域也并没有鞋带的加持。这样的做法有利也有弊，利就是不怎么会出现碳板处开胶的现象，弊端自然就是足弓支撑方面会有所缺失。而在脚踝处转紧 BOA 之后，脚踝处的鞋面会与双脚完美的贴合。不过这一部分的鞋面并不是很硬，还是比较软的，对于脚踝的限制感并不是特别的明显，还是保留了一定的灵活性的。而在下半部分，大面积的 TPU 承托盘加上内部高强度的钢宝，让这一双鞋在后跟处拥有了非常不错的支撑性。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球鞋的大底面积非常的宽大，并且也做出了比较明显的防侧扳角，球鞋的防侧扳极限角度也是比较大的，再加上中底的重心也还算合适，在稳定性方面完全没有问题，穿它打球不会有任何不放心的感觉。在重量方面，单支42码的预帅 EVO 重量是435克，这应该是这一双鞋身上最明显的一个缺点了。好在球鞋的鞋脚一体性还是比较不错的，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并没有数值上面那么的高。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级，在实战性能方面，它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在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优秀。不过它也有着比较明显的缺陷，那比如说足弓支撑方面的缺失，或者是鞋面的舒适性方面也有着比较明显的提升空间，并且1499的发售价配上这样一个小范围的 BOA 啊，真的是说不过去。但是抛开价格不谈，光说实战，它绝对算得上是一双实战好鞋。这一双鞋更加适合锋线或者是偏内线打法的球员去进行选择，但是这一双鞋我并不推荐大家去进行购买。那如果单纯实战，很多配色已经破发了的预帅14泵会是更好的选择。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码还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
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那建议正常脚型或者是略微偏宽偏窄的朋友去进行选择，脚型过宽或者过窄都不建议购买。那如果你的脚背也比较高的话，那也不要进行购买。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洋洋球鞋，洋洋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大家有空来做 Peace。